刘学义受邀参加央视总台举办的2025年蛇年春节联欢晚会，这是他首次登上春晚舞台。刘学义在受访时表示，在接到春晚邀请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非常意外，但也难掩兴奋，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家人这个好消息。就第一反应是说要上春晚，我说啊，我就一开始是不敢相信嘛，因为觉得参加一次无论是怎么样，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光宗耀祖的事情。毕竟是从小时候从记事起，大家好像就在一过年的时候就在一起看春晚，而且每年小品啊，包括什么都能讨论一整年，所以能参与就觉得非常的荣幸。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，然后就是跟家里面其实是很平淡的说这个事，说的越平淡越显得咱们那个嘛，但其实心里面已经非常开心了。为了准备春晚，还在东北拍摄新剧的他，也抽空飞到北京进行多次彩排。为求完美，刘学义透露，他甚至会在彩排结束后一个人偷偷练习。当然，在过程中也不乏有趣的事情，还自曝因为太过紧张，导致彩排时顺拐了。这一次啊，是我们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，有压力吗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好不好？就是紧张啊，就紧张，因为我相信肯定谁上第一次都紧张，尤其我还是比较 i 人，然后比较紧张，担心，因为是演员嘛，可能在这个唱歌啊、跳舞啊，包括台风，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专业擅长，尤其为了这个还专门自己去闷头苦练了一下，跑到那个厕所，就那个单间把门关上，就开始练那个台风，然后第一次彩排的时候，成功的顺拐了，走路顺拐了，不是，就是跳的时候顺拐了。本来那个跳舞跟着一块儿就是连唱带跳的嘛，然后完了之后自己还下来觉得挺好，然后旁边任敏跟我说我顺拐了，然后反正就是非常紧张，所以压力还是蛮大的。对，压力来自于哪里？这可能是最高规格的舞台了，然后接受全国人民的这种，然后也不算是监督吧，就是希望把这种快乐带给所有人，那肯定会紧张，生怕自己会失误。对自己要求还是蛮高的，毕竟是一个全国甚至全球华人都在关注的春晚的舞台。对，如果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这次您的节目的话，你会用哪3个字呢？一个是积极，2一个是祝福，3一个是红红火火。红红火火，一个积极的送祝福的红红火火的舞台。对，哇，特别让人期待。而说到过年，刘学义在受访过程中也很难得地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。只可惜因为工作缘故，忙完春晚又得接着进组拍戏，所以今年他也无法回山东青岛和家人团聚了。那我还要再问一下，因为今年要准备我们的春晚的舞台嘛，年夜饭是怎么解决的？是怎么安排的呢？表演完可能大概是在9点多了吧，然后看看哪个朋友在北京，然后就去他们家蹭口吃的，然后喝一点小酒，不能喝多，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的飞机要回到东北，然后接着拍我今年年末没拍完的戏，因为还没杀青呢。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。刚刚提到这个北京的朋友，那这次在春晚的舞台后台有没有遇见比较熟的朋友？这个在后台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给大家分享的吗？有，碰到了沙一哥，因为他是春晚的老朋友了。对，老朋友了。对，给我分享了很多，包括他上春晚的一些好玩的趣事，包括我跟他说，我说我可紧张了，老紧张了。然后他跟我说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我就说我担心，万一就是因为词儿都背过，但一紧张词儿又忘了，动作又忘了，又顺拐了，怎么？对，顺拐，但是它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那个快乐的那个氛围，红红火那个气氛那个感觉出来了。对，对，其实这样就好。那今年年夜饭可能会比较仓促，那往年在家的话，年夜饭上有什么特别的菜色跟大家推荐一下？你最爱吃哪道菜？我们青岛好像没有特别的那种在年夜饭的那种就是特色，可能跟大家一样，就是饺子里面包钱，包红枣啊，包红枣。对，我们是这样。青岛好像是海鲜比较多，你们年夜饭会不会有很多海鲜？对，可能还是以海鲜为主。还是海鲜为主的。海鲜，
然后那可能冬天就喝啤酒喝的少了，可能就大家喝点白酒啊什么的，就这样。那今年的春节其实马上我们可能大年初一就要飞去工作了。那往年的春节来说，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趣事儿呢？往年也在剧组工作，每年都在剧组，基本都是在剧组工作。我们说到10岁的时候啊，比较在小时候呢。那小的时候那就挺多的了。对，吃完年夜饭之后，有大人们都在一起坐着聊天啊、喝酒啊什么的。那我们每家的孩子，谁家孩子，然后就出去捡别人放剩下的那个鞭。其实大家不会给我们那种特别大的那种挂鞭，然后全都是因为马路上到处都是鞭，有些没点完我就捡起来，然后大家都能一起，然后点完然后就接着放。就很好玩。我感觉可能大家的小时候的过年可能有点一样的这个经历啊，都是那个礼花放完的，那个鞭炮放完的，还有一个那个小的那个1、2个的零碎的，拿一个打火机或者拿一个香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去玩那个剩下的免费的这个那个小鞭炮。好，那我们其实2024年过去，2025年来到了嘛，我们也总结一下2024好不好？因为2024其实您带给我们很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啊，包括《花江令》啊等一些作品。那在2024的这些作品中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角色，或者哪场戏、哪部剧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呢？到现在觉得还记忆犹新的，就说一个还是那个春花宴的那个慕容锦和吧。其实演的时候，在整个4个月的拍摄过程中，其实是非常愉快的。那愉快是因为有很多小伙伴，大家关系很好，大家都非常玩的一起玩的很开心。然后呢，那有非常虐的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剧真的是还挺虐的，到最后演得非常心力交瘁。然后尤其是后面，那你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就是偏故事的末段，然后最后几集就还是非常虐心的，以至于到播的时候我看我都快难受死了。自己虐自己。对，那我们再展望一下2025嘛，2025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新的，比如说类型的剧集想拍摄，或者是有除了这个拍戏之外的别的新的尝试吗？这次2024年末的时候尝试了一下刑侦剧的刑侦题材，然后2025想试一下刑侦题材的反派。想试一下反派角色。对，然后也想试一下军旅题材，然后消防题材啊，都想试试。哇，还有这么多想尝试的，那2025一定是充满了干劲儿，也充满了拼搏。对，因为突然尝试了一下刑侦题材，发现哇，就对于这种就爱国啊、热血啊，包括是这种正义啊，就会让我特别的感同身受。我也很期待像学艺这么帅的、这么正义的脸，怎么去演刑侦里面的反派，一定是别有风味啊！这次的春晚舞台虽然没有太多特写镜头停留在他身上，但无论如何，相信对于刘学义而言，已经是相当宝贵的经验了。也期待他在今年的表现能够红红火火，什么都如意。祝网友们2025年能够身体健康、家庭和睦、财源广进，然后万事如意，吃嘛嘛香，一切都好。